嘿，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面对一份不喜欢的工作，应该怎么办？稻盛和夫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。他说，一个人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几率，恐怕不足1/1000、10000%。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不如先喜欢上已有的工作，脚踏实地，从眼前开始。只要喜欢了，就能不辞辛劳，不把困难当困难，埋头工作。只要一心一意埋头工作，自然而然就能获得力量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努力的工作就能做出成果，获得好评，从而激励自己更加喜欢工作，由此形成良性循环。让自己爱上工作，仅这一点就能让人生硕果累累。稻盛和夫所传达的其实就是破局思维。何为破局呢？通俗来说，指的是努力突破现有的局限，尝试站在更高的思维层面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。比如，一个人赚钱不多，不是他没有赚钱的能力，而是他没有赚钱的认知和思维。一个公司的员工消极怠工，不是员工缺少斗志，而是公司文化无法凝聚和激励员工。正如战略学家威兹曼所说，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在问题发生的层面上，而在与之相邻的更高的层面。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，考试失利，工作不顺，感情危机。如果用破局的思维来看待事情，就能披荆斩棘，书写更大的世界。反之，就会自怨自艾，裹足不前。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，就来跟你说说人生最了不起的能力——破局这件事。今天跟你分享的文章来自10点读书，作者徐小猫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。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子静，我是龚傲，我在吉林蛟河，祝大家晚安。我是小派，我在厦门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静，我是顾吉，我在山东，祝大家晚安。我们家小区有2家水果店，相距不过100米的距离。第一家店位于小区的入口，大家车来车往的都能够看到，常常顺手买几个苹果和橘子，所以店面生意十分红火。第二家店的位置稍微偏一点，大家要走进巷子才能够购买，相对来说水果销量低一点。谁能想到第一家店居然倒闭了，第二家店开得越来越大。原因就在于老板不同的经营理念和方式。第一家水果店是纯粹的商品交易，老板出售商品，顾客付钱买走商品，彼此之间没有多余的交流。第二家水果店却会想办法留住顾客，今天搞个促销活动，明天做个满减优惠，很多住户被吸引，愿意多走几步路过去买东西。疫情期间，第二家水果店嗅到商机，不仅增加了水果种类，还在店铺里单独设置了蔬菜区和零食区，和供应商谈好了供应方式。有人劝第一家水果店抓紧调整经营方式，否则小区住户就这么多，一旦客源被抢走，生意就淡下来了。老板不在意，认为自己占有天然的地理优势，疫情又怎么样，影响不到自己。后来小区封控，第二家水果店生意异常火爆，第一家水果店却黯然收场。心理学中有一个花盆效应，指的是花朵在特定环境下生长得很好，一旦脱离这个环境，就会不堪一击，迅速凋零。
放到人身上来看，花盆就像人的思维。如果我们不会审时度势，不愿积极改变，任凭思维住进牢笼，就会视野狭隘，行动力迟缓，错失一次次成长良机。比如有人选错了专业，他不是认真准备转专业考试，辅修喜欢的课程，而是整天唉声叹气，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。比如选错了对象，不是及时止损，而是一边抱怨自己遇人不淑，一边和对方纠缠，虚掷了明媚的青春时光。又比如找工作的时候没被心仪的岗位录取，不是苦练技能寻求跳槽的机会，而是消极怠工，损害了自己的职业口碑。不要因为眼前的困境就陷入自我内耗和自我怀疑。遇到困局不可怕，遭遇冲突也无需抱怨。如果能正视问题，积极解决问题，就能打破眼前的困局，让生活豁然开朗。作家马信华在《思维破局》这本书里写道，只有没想通的人，没有走不通的路。解锁生活中很多困局的钥匙就在思维。思维一变，就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，后边的行为会跟着变化，最终产生戏剧化的效果。行走世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不同的困局，如何破局，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智慧和勇气，还有行动与坚持。学会站在更高层面看问题，懂得积极思考和勇于行动，就能洞开困境，在黑暗中找到光亮，在绝望中看到希望。往后余生，愿我们都掌握破局的能力，心怀力量，无畏前行。